好，那么今天来一首小长篇系列啊，咱们由于这个各个平台的这种审查机制和这个视频的这个引导方向啊，感觉咱们这个视频呢，1个小时视频啊，要分成3个啊，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啊。当然呢，就麻烦大家伙这个逐个观看，希望大家伙能理解。这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木子爱与陆大神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诸葛亮的风云摊分系列啊，而且是爆分系列。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摊分诸葛摊分这个好无聊的，很慢啊。对吧？这个看好多人在平台上各种炸一顿这个炸房，对吧？最终也就几个亿，好像挺无聊的。但是这个 TAS 就不一样了啊！咱们木子爱与陆大神的这个视频呢，也是感谢了众多其他大神啊，比如说绿蓝什么的啊，我们就不多做解释了啊。当然说做 TAS 呢，很多人看起来好像是哎，小狼跟开挂有什么区别啊？有啥好看的？首先啊，在思想实验上这是很重要的啊。是吧？这个很多高手他打出的记录或者说玩法都是从 TAS 上找到的这个可持续的发展和灵感。这个咱们这个风云也不例外啊。但是呢，有很多特别极限的东西啊，超脱人脑的，比如说张灵剑点那么40-50下那种啊，那就有点扯犊子啊，那就不用多解释。再有呢，就是真的是，比如说一些容错率特别低的。但是 TAS 呢，因为它可以无限试错，以导致呢，对吧 ？TAS 可以这么玩，人脑玩不了。但是关键时刻啊，有的时候人脑该玩能玩。摊分的话呢，咱们的这个即便是 TAS 系列啊，摊分呢也没有那么长，就1个小时多一点点啊，多1-2分钟、3-4分钟啊，无所谓。所以说在某种情况之下呢，大家伙要理解啊。这里面可以看到，目前升到2级，他把所有的怪聚到一块儿，然后在捅的过程当中，然后呢捅到最后几点的时候呢，压起身，最后直接就是打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血杀啊，当然这个升到了3级。能说这个，如果要说要爆气的话啊，这个可能跟这个正常打的不一样。风云这个游戏为什么菜鸟不愿意玩？（括弧啊，我他妈说的就是我啊！为什么不愿意玩啊？因为菜鸟本身119还能通过一些，对吧？一些这个套路，对吧？还能跟队友配合啊，立个盾书，通过蛮力来把这个游戏通关。而风云是真的难啊！风云的话，你连招不会，连级你都升不了。好，可以看到。这个血杀之后左右交换体位啊，这个各种转身啊，这也是非常的极限。好，打到这个地图能升到6级啊，这感觉想都不敢想，兄弟们，你要人脑你敢想吗？啊，不敢想。好，看看又是3个怪，2个动物，1个驯兽师，1-2前锁1-1，再搓10级，然后他这个单跳啊，给人一种感觉跳又没有完全跳起来，对吧？这个直接就可以继续再打，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就是跳的一瞬间取消了，收招了。这个人刀怎么走我也不知道啊。好，把所有的怪都聚到一块儿。这个豹子扑过来，好，在这里搓，一直斜着往下再搓。好，可以你看，直接就是所有的都是打这个小满连啊。这个最后一只豹子啊，也是9连。然后直接升到了9级，到这儿1700万，我勒个去呀！什么概念呢，兄弟们啊？那不是跟你们嘻嘻哈哈的啊！好，可以看到，现在抽过来，很多人说第1关过完之后能不能升到满级啊？咱们还是要拭目以待啊！好，这个连招上面写着断了啊，那就是真断了。那正常你能打到9连就是9连，然后后面还有再连击。但是你像有的很多人说小狼有的那个角色一连10好几连，那对吧？那不是更好摊分啊？当然这个奖分的制度也不太一样啊，就是所谓的这4招1式你连完，还有这个随机兵什么的啊。好，来看看啊，回手把那个兵也锁到了，看不看见？好，走上方。感觉啊，这个正常人的摊分呢，还是以这个这种非这种小兵为主啊，都是以那种比较肉一点的兵，然后正常连招，顶天呢就是后面再跟上第2个这样的兵，然后一起再连啊。但是这个如果说这个 TAS 的话呢，它就可以完全设计，即便说是像这种不抗揍的小兵啊，它也有想办法。好，现在是爆气状态，该使的小宝是要捡啊。等到爆气效果快消失，好，搓9连，看没看见？这个很多人说等这个爆气效果快消失啊，就是要的就是最后那一点的这个分数啊。如果说正常，很多人都了解啊。如果说正常的话，你要爆气的话，想要打多连击，给人一种好像很简单的样子是吧？当然那不行，那完全不是两个这个
这个打分的这个系统啊，完全不是一个系统。A 3下直接 A 死，有这个铁甲兵之后啊，不是 A 死，直接 A 倒啊，不叫 A 死啊。正常如果要是10级 A 这个小兵，是不是很多人觉得好像 A 3下就肯定是铁死了，是不是 ？OK， 利用这个小兵，然后起身 A 到那一点呢，也算到连击的这个范围里。啊，连续的防。这个视频没大伙想的那么磨叽啊。如果正常，如果要正常，很多人都认为的这个摊分的话，119真摊分，那说难听点，那得3个多小时啊，对吧？了不起一点，这个3个小时，对吧？你这个风云再起呢，人脑的话确实也时间长一点，但是绝对没有那么长，没有119长。就是说 TAS 的话呢，这种摊分啊，它完全没有必要啊。主要也就是说，用无限兵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也确实挺无聊的啊。但是如果要是有无限兵，好，在这里面放这个鱼鳞1啊，有 BOSS， 目前来讲呢是12级，有这个时间加成，好，13级。可以压起身，但是不，他选择不打这个 BOSS 啊。有这个时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再打12连。你看这里面这个小刘禅啊，他还给他一拳，看见14。有铁甲兵就不说了啊，那铁甲兵再加上后面那个小兵啊，直接就是一套连。15级，再打一点可以。16级啊。OK， 17级，感觉随便就是一堆怪在一块儿啊，就直接1级。很多人说他怎么掌控的那么准呢？那个小兵为什么一定要在连招的最后的时候走到他这个身后？这都是无限试错的啊！这不是像咱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说哎呀，这个我这个。对吧？这个就是正常连让迫使小兵那么走，有的时候呢确实是这样的啊。但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通过无限的自己走位打的过程当中，这个小兵走过来可以，如果要不行重回，然后我选择另外一个走位的方式。19级，能不能到24，兄弟们啊？20可以，5000万啊！大伙儿了解，3000万是奖命，8000万是什么，兄弟们啊？一套连招已经升不了14级的，得2套了，看没看见？直接升到22啊，不21，后，然后再回身搓。你看这一套已经不行了，然后等铁甲兵，而且他是选择第一个前线搓的时候搓空的啊。这21升22也不行，一套不行了啊。哎，三套都不行。哎，好的，第4套的时候才打到22级，还有30多秒啊，这个时间还是很够的。这个该打，再打一点可以。感觉升到24有点难啊，兄弟们，真有点难，没有办法，选择小箭头，直接把这个兵清掉。在打的过程当中不能打到 BOSS 啊，打到 BOSS 就嘚了。好，再铁甲兵，没事，前面那一点打到 BOSS 啊，没多少血。把这个不能刷分的兵给打掉。好，小兵正好跳过来，12连可以，再打一套能升到23。而且这个时间好像不太够了呀，时间不太够了，升到24有点难啊，兄弟们。OK， 2、1、2，搓，可以。到现在没有升到23级啊。啊，好的，终于升到23级，8000万，抢了一条命。这就已经到头了啊，然后呢还能再打最后一套，最后的那个斩首得点啊，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啊？但是呢，24级应该是没有这个效果。搓，再来11连，最后1秒钟，一个小箭筒，一个 A。很多人说 time over 怎么办啊？哎，正好，哎，这个还可以再打一套。OK， 23级啊。这个最后看看他得点加分应该没那么多啊！你看他加，这几十万，这是对吧？50来万啊，这点分数根本就是不够的啊！可以看到直接23级，也就是说呢，没有办法啊，确实是想要在第1关之后升到24级满级啊，真的是
即便是踏死，也就差了那么一点，但是也不能说一点啊。我觉得之后还得再打个6、7套才能再升到24级啊。他们这个分数是有公式的啊，这个到了一定的分数啊，它就自然会升级，它有一个这个升级的一个阈值，所以说差多少分呢？这些高手自己都有量。但也就是说，第2关一上来，打不了多久就可以升到24。好，只要有重叠兵啊，就有打连招的机会。最后升到24的话呢，就到头了。这个游戏啊，就是说在这个经验方面上就到头了。但是呢啊，这个摊分，很多人说摊分到底怎么才能摊分啊？就是打连招摊分啊。那他说那怎么才能爆分呢？就是分数达到了99999是吧？然后呢，只要超过了这个分数，它就会各种各样的加气儿，要不是加气儿啊，升级，一直在升。之前呢有很多禾秒啊，大家伙看过那个禾秒啊，也是，比如说陆逊升级是吧？那陆逊升级外加这个什么黄忠，虽然这些最简单的这人脑啊是可以通过配合，然后来打这个许褚的时候，啊，来实现这个每次连招。打中的最后啊，这个每次起来那一点啊，因为它在空中可以强制啊，而且被毒了之后啊，很多人都了解啊，这个没打多少点啊，伤害摆在那儿不算太多，但是呢，这个分数啊，可是按照连招的最后一点啊，咔咔往上加啊。OK， 24，好像很多人来到这儿都觉得不是那个拆洞进洞，在这里防一防。感觉扔的这个火叉是真狠啊！但这里面呢，虽然说到了1个亿，对吧？到了1个亿，正好24级，对不对？但是要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摊分这个东西呢，可不管你这个是不是到24级了啊，摊分就是一定要往死了摊。好，感觉他这个嘿转身这几下啊，确实是需要手速啊。踏死就不用说了，100%成啊，不成就重新玩了。而且它游戏速度也是，这个可以操控的啊。这个游戏速度呢，可以变成这个最慢啊，因为这个游戏世界里的应该说啊，这个现实世界中咱们都知道啊，有这个普朗克长度和普朗克时间啊，有这个最小的时间和最小的长度啊，这个单位。游戏当中呢，也可以理解啊，最小的这个时间单位就是帧。它这一帧呢啊，哎，逐帧操作啊，是它游戏可以操作的最小的时间和这个可操纵的这个画面啊，所以说他们操作起来呢，就是当然不一定非得是逐帧啊，你可以把这个游戏做成它非常慢，足够你操作就行。甚至呢，有的还可以选择用这个指令录入啊，你把指令录入进去之后呢，它就像编辑似的，把这个指令直接编辑进去。好。第2关还没有看到 BOSS 啊，这个直接就已经1亿1800万，啊，将近1亿1900万啊！你这随便的啊，直接斜鼓道，好，直接后黑啊，搓地板 EA。这里面摊分啊，有的时候该卖血是要卖血，这也跟大家伙说过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利用爆气的这个前面的几点，然后正好打到后面几点的时候，爆气效果消失，这是咱们玩家需要看到的。好，消失了之后再一顿怼，再爆气。很多人说气儿怎么打啊？风衣再起的气儿呢，是通过击打这个小兵的这个目标，直到他死亡之后啊，咱们才能打气儿啊。除了挨打之外啊，再就是挨打。119呢，就是你只要 A 到兵啊，除非是那种特定的弓箭手啊，你 A 他没有用啊，否则就是你只要 A 到兵啊，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再有一点呢，就是也是挨打，如果是115的话呢，那就更有意思了啊。你防御的时候，真的是你只要防了也会加气儿，但是119就不行啊。风云再起也是不行啊，这如果防的话带加气儿啊，那是有另外的玩法了。好，直接给挫爆。这一顿挫不死人，看没看见啊？挫不死人的基础上呢，还能继续再打连击。感觉这个幻影啊，幻影诸葛卡出幻影了啊！屏幕左边的这个诸葛是卡出的幻影。OK， 一会儿看看双马。
有人说正常这个 BOSS 好像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 BOSS 啊，对吧？这个直接越级就出来了啊。但是正常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设计的比较靠谱啊。现实生活中，大伙儿啊，不是这个也不能现实生活中啊，无论是小说还是正史当中啊，这车里级和越级呢，他俩确实是一伙的，他俩都是枪王啊，对不对？大伙儿了解啊，这个你这个车里级一个骑的马，然后这个越级呢是他手下的一个大将军，但他俩长得明显是双胞胎啊，但是呢，可能他爸头上有点绿。这个有点藕荷色啊，这个肤色有点问题啊，对不对？嗯，长得像他妈，但是肤色不一样。就好比你说，哎呀，我家孩子出生晚，10月怀胎给肚子里都已经对吧？都捂的都捂黑了都，对吧？都已经捂黑了啊，黑灯瞎火时间惯了啊，都变成黑人了，你说啊？大概是一个意思啊。好，这里面很多人说摊分怎么个摊法？而且细心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都已经1亿6千万了啊！好，主要就是在 A 这个 BOSS 的基础之上啊，打到一定的特定连击，正好呢再利用一个前线 A 走位走到这个小兵面前，或者是打到另外的一个 BOSS 身上，可以看到也是9连到10连啊，9连。摊分就这一点啊，看起来可能啊特别需要耐心啊。很多人不喜欢看摊分啊，这个因为摊分起来呢，确实这个有的时候呢能过关不过关就搁那磨叽，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才打分的嘛。其实就像秒杀似的啊，很多人看秒杀的时候特别爽，但是把 BOSS 勾引到这儿，而且在 BOSS 之前啊，咱们氪盾书，然后让盾书呢给自己卡无敌，甚至是双升级啊，立盾书在许褚那里啊，再就是什么走位，然后打分，打到升级的分数之后，把左慈变成这个小熊猫，然后这边在傀儡娃娃定住啊，等等等等啊，这一切呢也是看起来挺磨叽，但是秒杀的那一瞬间就非常爽。摊分我觉得也一样啊，摊分就是摊到最后，摊的就是让他这个最后看到多少分嘛。你看，在这地图刚才是1000啊，不1亿6千多万啊，6900万，现在是1亿8千多万，这个分数也摆在这儿，但这里面呢并没有继续打，选择直接过图。OK， 还有兵，这里面利用这些小兵各种搓。很多人说小狼要不要他这个这个叫什么？要不要他这个小动物啊？但是呢，你要知道一件事啊，正常如果摊分的话啊，那巴不得是小兵啊，谁要小动物呢？是不是啊？好，哎，这个搓的真过瘾呐！1亿9800万，看这搓1亿9900万。好，直接过图，那血量不够了啊。但这里面也有个分啊，这个5000分，你那5000分不要白不要吧，对不对？那这话说的啊。好，很多人说这个地图呢。我总感觉这个地图有个张飞啊，我总有种这样的错觉啊。当然那都是之后的那个改版、无双版什么之类的啊。但这个地方呢，咱们都了解啊，可以卡这个无限这个铁甲。无限铁甲的话呢，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可以无限卡的地方。很多人在这里呢都说要这个快进，但是我个人感觉快进倒没这个必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身我已经把它要分成3段啊，所以说这个懂的都懂啊。嘿嘿嘿 ，OK。这里面各种小兵啊，这一个铁甲兵是正好可以让这个诸葛亮打出一个这个特殊的连段啊，可以看到打到9连之后最后一下啊，还要 A 一下那个什么，是不是要 A 一下这个 BOSS 吗？你看，哎，很有趣儿啊，这感觉 A 一下一滴血。挨打了，好，在这个时间方面上啊，咱们要掌控一下啊。时间方面上掌控的话呢，好像还剩下13秒左右的时候啊，就要走了，所以说要提前走，你不能等到这个最后还剩下这个都倒计时了再走。当然了，除非你有加时器啊。有加湿器的话还好一些，TAS 的就不用过多的解释了，你只需要啊这个
对吧？这个打过程当中啊，记录它的时间，对吧？这个包括像有很多的辅助软件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就好比现在好多人玩那个什么王者荣耀，对吧？里面有那个什么营地什么的啊，这个可以帮你开启那个语音功能。比如说对面的召唤师的这个，只要一旦漏了，他用了这个召唤师技能，比如他这个120秒的闪现啊，对吧？他会告诉你，包括净化什么的。啊，再有一点呢，就是敌方视野没了啊，有可能会去抓哪了啊，帮你播报一下，啊，或者敌方出了这个关键装备啊，比如说出了什么，这个那个复活甲啊，或者说是啥的啊，反正总体来讲呢，真的是没法说。好，时间快到了，看不看见？但这里面这个铁甲兵还是在刷啊，还是在刷。这个《三国战记》里面的这个时间。确实是跟咱们的这个正常的时间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细微的不一样啊。好，要走的时候 game over， 我都猜到了，但是已经迈步了，看没看见？已经迈步了。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浪费一点时间啊。这里面很多人说小狼他有必要这么秀吗？一定要秀这个 time over 吗？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最狠的还是那种已经出然后血都归零了，但是人还是走进去的时候，是吧？然后走进去之后呢，出来之后呢，就一丝血，给人一种感觉就死而复生的感觉啊。好，感觉这个路线呢是摊分里面走的最远的路线。好，把怪全引到这儿来，这个位置好像各种无敌啊，但是这个驯兽兵呢并没有无敌的这个效果。连续的防住，把小兵勾引到这块来。好，这里面还能搓出个补来啊，可以，而且搓的过程当中还能搓到这个鹰啊。最后几下的时候，又等到暴气效果消失。好，一个顶。这驯兽兵也会铁山靠啊，头顶上带着2个这个绿色的这个东西。好，搓，下线 A 的时候啊，也能打到这个鹰的啊。直接过图，感觉小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这种鹰啊什么的啊，这个鹰啊老虎。这个 BOSS 呢，虽然说也讨厌，但是好在小的时候都选诸葛亮啊，一个火箭就无了。但是说老虎呢，老虎你也可以火箭啊。这个老虎呢，是你有火箭还好，那你要是没有火箭啊，感觉老虎比较肉。那个熊呢，虽然说也肉啊，但是那个熊毕竟稍微笨重一点。而且这些动物啊，特别牛，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打着打着吧，它突然就无敌了啊，一个无敌的招。好。连续的忍，一顿挠啊！好，还是按以前的方法，等气儿消失。这个地图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然后直接往上一走，这已经来到定军山了啊，是不是？按理说这么走应该是定军山，是不是？哎，他说风云不是啊，我记得不是那个毒门那个地方吗？啊，有一个门，然后喷3个毒，然后放隐身衣进去，对吧？然后继续拿火箭，是不是？但是这里面突然来到定军山，感觉不妙啊，是不是啊？没见识过啊，感觉这是风云再起嘛。主要是风云再起的路线啊比较独特啊，有很多种路线，而且你选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我怎么感觉没有那个火烧连营啊？有的就是，哎，我怎么没有那个大夷失荆州啊？对不对？啊。感觉这个地图小的时候最讨厌啊，有的时候这个小兵啊，他不往上走，他跳下去之后呢，他就搁这儿，对吧？就给底下待着，你下去打他还挺难打的。来，好，再爆气，感觉好像正常的话呢，如果再打死一个兵，应该再会刷一波的啊。连续的防御。这防御不敢反击，时间到，好，可以看到最后捅那2点，直接把那个兵给捅死了，还漏了一个兵，看没看？这个兵又刷了一个，又刷2个，给他戳下去，好，然后又刷出2个兵，这一堆铁甲啊，把人戳倒了之后，然后在空中还能继续连。
这个就光这一点，我觉得人脑就不是特别好操控啊，兄弟们，真的，你看，而且他频繁的利用这个前调度到这个自己的一个斜角的位置，连招的话，连的过程当中啊，他可以利用前跑到这个自己的斜对面，然后再进行输出啊，这点是特别牛的啊，人脑真的很难掌控的。再一手爆气，现在已经2亿8千万了啊，想一想到这儿都2亿多。很多人说，哎，我能刷到6个亿啊！但是想要爆分，那可真的是得要靠看自己的这个，对吧？要看自己的这个设计啊！你要设计不好，那真的是不是很好整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好，还是有一颗气啊！感觉铁甲兵是贪分之最啊！ OK， 时间快到，但这里面正常啊，这个都了解啊，打这个夏侯渊的啊，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你只要过了这个地图，这个时间就会直接重置。好，在这里利用一个张灵剑定住，我们看一下，屏幕还卡了一手，回头把兵一卡，看一下啊。 好，搓倒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小兵卡在那个位置上。这种情况下啊，没有了，这应该是要继续等刷兵，应该有这个，因为有这个什么，有这个铁甲，没有，他选择是直接落出了一个黄红的兵啊。打死之后，哎，铁甲了，还是要靠这个 BOSS 处的无限兵来摊分最过瘾。 而且一刷就是2个啊，这个是真爽。这回再刷什么小兵？我们看看啊，正常的小破刀兵。破刀兵的话呢，就是摊分起来就不够爽，就是一波破刀，一波这个黄红，一波铁甲。好，铁甲是用来摊的啊。 就感觉在他的大风车之下各种搓，真是真不拿这个夏侯渊当玩意儿啊。OK， 正好等小兵一下来，可以3亿2千万。关键摊分啊，这个还是在 BOSS 处这里摊分最过瘾。你看在摊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更无耻的是什么呢啊？利用他这98秒的时间，哎，你无限刷兵，我就无限搓。 这个 BOSS 呢，我都不屑于把你打死，我打死了我还怎么摊呢，对不对？好，你看把这个 BOSS 连续打3搓成浮空状态，继续在空中也能继续搓啊。他为了不让你连击，所以说强制把 BOSS 打浮空，但是呢还是能连，哎，还是让你4招1式啊，不是跟你扯的。OK。 感觉诸葛亮的这个剑的这个长度啊，已经让这个 TAS 掌控的就非常的无敌了啊！再一落啊，正好这个小兵，感觉小兵的刷点都摆在这儿啊，都设计的非常好。哎，打这个的时候呢，不需要 BOSS 去连招，把2个黄红直接打掉就可以。好，时间快到了，也可以卡一手啊，也可以卡一手这个时间。 而且关键时刻有没有一手这个蝎子过江啊？我们还要坐等一手，还有一波小兵。好，最后一下防御反击，打死之后还加了一颗气儿，1、2、3搓。好，没有蝎子何来的蝎子过江啊，兄弟们？ 这没有蝎子太嘚了啊 ！OK， 这就是来自于木子爱一路大神给大伙儿表演的这么一个风云再起的诸葛亮全程摊分啊！这是前2关，也是感谢大伙儿的收听啊！大伙儿要多多关注我了啊！